本台驻外记者奔赴多个亚洲国家，亲身体验其特色的新春习俗，贴身采访亚洲普通民众过大年，展现多国异域风情，品味亚洲年俗文化。新春亚洲行，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上午11点至12点，新闻频道特别奉献，期待您的关注。大家好，我们是东方神起，中国的观众朋友，春节好！欢迎到韩国来。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中国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跟 JJ 林俊杰一起过年，新年快乐！在这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邀请大家常常来新加坡，看我们多么美丽的小岛。我们是印尼的华侨，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你新年快乐。Selamat Tahun Baru. Musik Pacoy. Selamat Tahun Baru. Selamat datang ke Brunei Darussalam. 大家好，我们在文莱，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Selamat Tahun Baru Cina。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六哈，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准备踏上这个回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新春亚洲行的这个旅途啊，也要驶入终点站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是文莱和印尼。那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时间里啊，我们会通过演播室嘉宾的访谈，还有我们前方记者的连线，带大家呢全方位、多角度的来了解文莱和印尼过春节的一些年俗和年景。来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哈。昨天我们留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新加坡的，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一种传统的这个春节一定要招待客人吃的叫黄梨塔，实际上就是菠萝酥哈，有点像。这个为什么要吃这道食品这道点心？是因为啊和福建话当中呢这个黄梨叫旺来，就旺来嘛，新的一年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哈。所以呢说这个新加坡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道食品，就是要求来年这个大家能够发财，能够旺旺盛盛，这么一个好的意思。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互动问题啊，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可是今天有一些变化，不是由我来出，而是由我们的前方记者何润峰来出。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2位嘉宾哈。先来介绍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中国首任常驻文莱大使刘新生先生。刘大使，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春节好。好，这个刘大使啊，因为在文莱是待了4年多哈，然后在4年半，印尼待了有多长时间？印尼2任加在一块8年。8年时间啊，所以对印尼和文莱这2个国家呢，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也专门要到了这个大使出的几本书哈，都是关于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专业书籍啊，这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哈。可以说是印尼通、文莱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您给我们多讲一些故事和习俗。再来介绍旁边这位帅小伙哈，这是我们的同行了，也是一位主持人了。他是印尼华人，现在呢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印尼语的节目主持人翁宏明。小翁，欢迎你。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这在印尼是必须要拜年的，有一个手势，必须要握拳相拜的哈。对。因为我在中国，一般我的同事都说，新年快乐这样，我们在印尼是不行的，必须要拜。必须要拜的哈。对。你看今天你的这个服饰也很有特点哈。对。我估计一定是你家乡的这个传统的穿法。对，这个是印尼的拉染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国帽。所以今天尽管北京的天还是很冷的哈，但是呢，小翁还是穿了一件短袖。他说他们那儿的传统服装是有长袖的，但是他自己呢只有这个短袖。对，因为因为我们是比较热的国家，所以我们一般喜欢穿短袖的。幸亏我们这个演播室啊，因为过年，所以也是热火朝天的一副感觉，没觉得冷吧？完全没有。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这个步入正轨了哈，开始聊我们这个话题了。首先呢，是跟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个微博当中的互动问题有关的。我要请出我的同事何润峰。润峰你好，过年好。文静过年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对，文静。从画面上看到你那里一片阳光灿烂哈，很是羡慕啊。选择的这个会议中心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活动吧？
没错，文静，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就是文莱的国际会议中心。那此时此刻呢，文莱的42个华人社团呢，正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年1度的华人的新春团拜会。那说起文莱这个国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但实际上，如果您是武侠小说迷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印象，因为在金庸小说《碧血剑》当中的男主人公袁承志，后来是归隐到了一个叫做伯尼的地方。这个伯尼啊，其实就是文莱古时候的说法。那既然袁承志能够归隐到伯尼归隐到文莱，那么我想呢，文莱和中国肯定不会太遥远。没错，如果您从香港出发的话，只要坐飞机向南飞行3个小时呢，就能够抵达文莱。从地图上来看呢，文莱呢它是属于马来群岛的北部地区，和马来西亚是紧紧相连。如果再说的具体一点呢，文莱市它是位于东经114度、北纬5度附近的区域。同样是属于东八区，和北京呢没有时差，但是呢非常接近赤道，天气呢非常的炎热。你比如说现在是正月初6，但是呢当地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所以说当地的华人是必须穿着短袖过春节。文莱这个国家呢，它的地理面积不大，大概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是呢，它的油气资源是相当丰富，是东南亚第4大产油国。凭借丰富的石油收入呢，文莱一直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另外，文莱的总人口是42万，当中呢，华人呢是占了11%，有将近5万人左右。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些华人啊，他们的祖籍大多是福建啊、广东啊，还有海南啊等等各个地方，而且呢，他们至今还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那么走在大街上呢，我们到处能够听到像客家话呀、闽南话呀，还有广东话等等各种地方方言。当然了，也有我们熟悉的普通话。这里呢还有华语学校，有中文报纸，也有中文的广播电台。像琴棋书画这样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呢，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另外，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到一点，就是当地的华人的传统呢，可以说，尤其是春节啊，在当地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在过年之前的2个星期呢，我们就已经见到了文莱街头是张灯结彩，很多的华人家庭呢，也是在家门口是挂起了灯笼。这2天呢，我们也特意走访了一些华人家庭，从这个年前的置办年货到团圆饭，从这个除夕之夜的放鞭炮、烟花，到这个正月拜年的，可以说这里的过年气氛是一点都不亚于国内。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有一些特别的环节是融入了一些地方元素。一会儿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所拍的片子呢，是了解一下文莱的具体的过春节的情况。当然了，要说到文莱的华人和过春节的习惯呢，我想呢，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了。这个人呢是在文莱土生土长，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是红遍全球华人社区，他就是著名的华人明星吴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吴尊，让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文莱的华人以及文莱华人的春节传统。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尊。那在这边呢，要祝央视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全球的华人新年快乐。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兔年呢，可以身体健康，然后身边都充满了爱。还有就是兔年行大运，那我都会在1个星期前呢，都会开始把家里准备的非常的有过年的气氛。我会去买一些过年歌啊，然后每天都在那边放过年歌，然后边放过年歌边布置家里啊，大扫除啊，然后都会吊一些灯笼啊，所以感觉都非常的好，因为我很喜欢吃，我也很喜欢煮菜，所以我都会在那个帮他们在那个煮菜的过程中呢，其实都会在帮他们准备一些料理啊，然后自己也会下厨啊，然后晚上呢都会跟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吃这个团年饭，对啊，然后吃完团年饭呢，当然就是12点一定要放一些鞭炮，对啊，然后都搞成非常热闹，差不多每年都穿跟红色有关的吧，在初1的时候，对啊，然后呢，对我来讲也非常的好，因为呢，在文莱呢，你还没结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红包。我们呢都会去很多人的家拜年，比如说朋友啊、亲戚啊，一天可能会去大概10几家吧，对啊，哇，然后呢都是从早上吃到晚上这样子。当然，自己的家里呢也会有一些就是 open house， 可能1、2天这样子，邀请人家过来，然后会准备一些料理。对，那文莱呢准备什么料理呢？过年的时候，当然我们除了中餐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当地的就是马来餐，对啊，所以非常的丰富，然后非常的热闹，对啊。总之呢，我觉得呢，过年呢就是一定要跟亲戚、跟家人、跟朋友一起过。所以在这边呢，祝大家呢新年快乐，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过个好年。
也谢谢吴尊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电视机前有80后、90后的小女生，估计已经尖叫到最高音了哈。往常呢，我们都知道吴尊啊，电影演得不错，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呢，可以说是更加的精彩哈。那接下来呢，我要再跟这个润峰聊聊了。润峰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要你来提问的哈，所以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但是我要加一重啊，如果是泄密的话，这个答案如果要是有关泄露这个答案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就是今天这个会展中心啊举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当中呢，究竟会有什么样很吸引我们的东西，能把你拽到那里去出现场？没错，文静，大概单看我身后啊，这个门口的密密麻麻的车辆，就已经能够感受到里面有多么热闹了。那我们要提一句啊，其实这个新春团拜会华人社会啊，它是从2006年开始，就是每年举办一次，由这个当地的华人社团主办。每一次呢，规模都是相当大，场面非常的热闹，可以说是文莱华人社会的年度盛事。那你说到这个嘉宾的问题啊，其实今年这个嘉宾呢，总人数是1000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行业，但是当中有一位嘉宾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他的到来呢，既可以让全场鸦雀无声，也可以让全场人声鼎沸。他是谁呢？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微博互动的话题。答案呢，一会儿连线的时候再为您揭晓。文静，好的，谢谢润峰啊，这个关子卖得很好，因为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而答案呢也会在润峰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呢，会最终的揭晓，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1个小时的节目。回到演播室和2位嘉宾来聊一聊关于春节哈。我们先问问刘大使吧，在这个文莱哈过年，放假吗？是法定假日吗？这个文莱啊。大年初一都是放假的，包括只放1天啊，只放1天。哦，这个我在问呢，他也没有说完全明确就是法定假日，但是大年初一啊，他是不上班。那就是约定俗成啊，约定俗成。哦，在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说这一天必须要放假，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一直都会放假。对，一直都放假。哦，包括文莱政府的机关都不工作。哦，因为我在文莱呢。这个曾经工作4年半的时间，工作生活4年半。刚才放的吴尊那个片子，吴尊本人我不认识，但是吴尊的父亲和他的叔父，我们都是好朋友。哦，父辈在文莱的时候相熟哈。那您在当地4年半的时间，您感觉到过春节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就像您认识吴尊的父辈，他们对于这种春节习俗的沿袭是很重视吗？很传统的吗？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啊，在文莱华人过春节有3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启动比较早，启动早啊，早，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那么我大概1个月之前吧，我和我的夫人，应邀啊去文莱参加文莱中国游戏啊成立5周年的活动。哦，那就是腊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当时的这个大小的超市，已经是张灯结彩。哦，这个各式样的一些年货啊，陆陆续续的，可以说五彩缤纷，这个琳琅满目。哦，包括中国的宫灯啊，各式东西啊都很，所以它启动很早。就是办年货，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看到市场上是一派这个春节的景象了。那从这个过节的一些传统习俗上呢，比如说像我们哈小年开始要吃糖瓜啊、扫房啊，它也是。第二个特点呢是刚才那个何仁富已经讲了，它传承的比较全对中国过节。哦，你看从腊月23号，腊月23呢，他们就开始要送灶，要送灶，腊月25号接灶。哦，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要扫除，大扫除。到了30晚上，必须要吃年夜饭，而且要守岁，那就应该达到春节过节的气氛的顶点了哈。顶点。那在印尼啊，小翁，印尼这个春节放假吗？是法定假日吗？对，印尼是从2000年瓦西德总统的时候被认为那个把春节当做一个可选的假日，就是我们的那个日历呢是黄色的日历，所以这样公司或者学校如果他们选择要放假是可以放假的。哦，对，然后美加瓦蒂总统以后就变成了那个正式的节日。法定假日，我们把春节叫做Tahun Baru Imlek，就是Tahun Baru就是新年的意思，然后 Imlek 就是阴历，就是阴历新年，然后我们阴历里头对。那又班会休息几天呢？
就一天吧，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放一天。哦，那像对这个春节的记忆哈，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或者最触动你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小时候那个什么，我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比较传统的那个华人，然后在家里放的那个甘蔗，整个甘蔗都放在那边，就包括那个它的叶子，所以一场放在每个门都放着甘蔗，就是觉得就是表示平安和甜甜蜜蜜的那个意思。哦，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了。对，就是可能也是少数华人，就是好像是福建莆田华人就会这样。可是现在好像都没有放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做的节目当中啊，也发现在很多国家呢，会有相对特别集中的区域，一到春节的时候，那个年味儿是特别浓。你在家乡有见到这样的地方吗？因为我在印尼是住在一个小城市，可能华人居中的不是非常多，可是在我们的那个省会有这种地方，然后有一个步行街，这个步行街是卖那个小吃啊，那个中国小吃或者印尼小吃，然后也挂了很多灯笼，就是前几年的事儿，然后他们也就是很多有算命大师什么的，所以觉得感觉非常亲切，因为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灯笼。好，那我们就现在正式踏上这个印尼和文莱的这个整个过年的这个旅程哈。为什么说旅程呢？因为刚才刘大使也给我介绍了，从一进入到腊月开始啊，比如在文莱，大家就都开始忙着购置年货了。哎，大使，这个去购置年货的时候，好像除了在文莱本地买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要跑很远的路哈，是去哪里？一般的到那个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因为这个文莱和马来西亚这个沙捞越州，对，靠得很近。对，所以一到过年前买年货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浩浩荡荡的一支年货大军哈，从文莱呢一直要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沙捞越州。我们的记者也跟随这支购物大军去办了一把年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文莱和马来西亚的一个陆路边境口岸的附近。大家看到我身后呢，已经是排起了很长的车。这当中呢，有很多呢都是特意去马来西亚买年货的文莱华人。我们了解到，由于马来西亚的商场比较多，而且物价也比较便宜，所以呢，很多文莱华人呢会特意在年前去马来西亚买年货。现在距离春节呢还有2-3天的时间，所以这种跨国买年货的活动呢，也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梅里是沙捞越州的第2大城市，距离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约2个半小时的车程。由于风景优美、商业繁华、物价低廉、交通便利，梅里一直是文莱人观光购物的热点地区。以2009年为例，到访梅里的文莱旅客达120万人次，也就是说，文莱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去梅里约3次。每年的春节前夕，这里更是文莱人置办年货的购物天堂。我们是每年都有去购的，它的选择比较多花样啦，梅里。和文莱相比，梅里的商场规模更大，年货的种类更多，价格也相对便宜，因此到访梅里的文莱华人通常都会大手笔的采购一番。除了卖相和价格，寓意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于是商家们干脆给年货取起了绰号，从发财柑到旺来，熟悉的商品都换上了吉祥的名字。千里迢迢出国购物，当然要买些本国少有的商品，比如说酒。文莱是伊斯兰国家，禁止公开卖酒，因此很多非穆斯林华人都会在梅里买点酒带回家，不过数量就有所限制了。根据文莱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每一位非穆斯林的华人在入境的时候可以携带12罐啤酒以及2支洋酒或者是红酒，但在过关的时候呢，就必须向海关申报，否则呢，这些酒水就会被没收。而且在过关之后呢，要时隔48小时之后呢，才能够第2次携带酒水进入文莱。其实除了出国采购，选择在文莱国内办年货的华人也不少。文莱的商场和超市一早张灯结彩，并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吸引顾客。不过，由于文莱的农产品资源相对有限，所以大部分年货都必须从国外进口。所以这些产品呢，最主要是有一些是从中国过来，然后有一些从亚细安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当然，文莱也有自己的土特产，从传统的虾片和酱菜到新式的年糕，都别具特色。这个是好像是用那个斑斓哦，是一种很香的叶子，然后它是青色的，所以通常他们就会把它搅拌，然后配成这些料呢，变成这个绿色，呀，所以非常呀，据我的了解，这种颜色这种年糕大致上只是在华人过年的时候我才看到这个。大致上呢，一般家庭都会买这些我们叫做马来话叫阿扎。阿扎意思是说，
它是酸酸甜甜，里面是有这个辣椒，有那个青瓜，然后有那个红萝卜，所以这些东西他们还有一些包菜，我相信他们拿去跟它腌，放了一些料跟它腌，然后呢最主要是配那个虾饼。除了要好吃好看，文莱华人买年货同样要讨个吉利。例如买年糕是希望年年高升，买鱼是为了年年有余，买柑橘是追求甜甜蜜蜜，买柚子是祈求什么都有，就连买个大蒜也是希望能天天在家计算今天赚了多少。文莱的年货同样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想象。你看哈，这是这些天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办年货最豪华、最隆重的一个国家了哈，要跨国去买年货了。那小翁在印尼买年货需要那么跋涉吗？需要那么费事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那个华人，他们会卖这个年货，可是最隆重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省会去买，因为省会那边卖的东西非常多。最有特色是印尼的那个年糕，因为年糕是它是非常大，就是好像一个大桶这样，然后是非常甜，特别甜。我吃了中国的年糕，感觉不怎么甜，印尼的年糕特别甜。我们今天还专门为你准备了一盘年糕，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印尼的年糕啊，这是中国的年糕，做法可能不太一样，对，好像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你看，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年年高升。对，我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年糕，根本看不出来是年糕。我们的年糕就是一个大桶那种，还有那种不同的味道，因为刚才那个骗子说他们有斑斓叶，我们也有那种斑斓叶的年糕，也是绿色年糕，还有草莓味儿，还有莲眼味儿。就年糕在你们那儿是过年是最重要的一种食品哈，也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食品。对，然后我们觉得做年糕是一种华人的那种非常漂亮的文化。是除夕夜一定要吃吗？团圆饭的时候要吃这个？没有，好像是大年的前1个星期就开始有年糕了。就在天天吃年糕，春节的重要食品。对，其中的一个。你看啊，在印尼呢也是特别重视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是按什么样的方式来过年，跟我们一样。当然，除夕这一天团圆饭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记者呢也专门走进了印尼雅加达的一户人家哈，跟他们一起去过了一个团圆的除夕夜。先来介绍一下这一家人。叶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玻璃艺术家，对生活和审美都有着特别的品味。他和太太总共有3个孩子，现在他和最小的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一起。今天呢，叶先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面做客，现在就跟着我进门瞧一瞧。叶先生，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我看你在这边包红包，是不是啊？对，就是明天春节嘛，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到来，所以今年这生意也相当好，所以要多给他们红包了。那我能够问一下，一般在印尼这边的话，风俗习惯里面会包多少钱呢？大约？一家都不同，就我这一方面，我就是给他们33块，美金33块，就是大概是这样。临近黄昏，叶先生家的孩子们陆续来了，年夜饭就要开饭了。在印尼吃年夜饭有一个特殊的习俗，那就是捞鱼生。捞鱼生是以生鱼为主食材，搭配腌姜丝及托彩的蔬菜丝、水果丝，一堆堆蔬果丝以达到七彩缤纷、色彩诱人为目的，预先排列在一个大圆盘上，然后撒上白芝麻、花生碎、五香粉及胡椒粉等。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见满满的这样一盘非常丰盛的配料已经上来了，现在大家就要一起开始捞生了。叶先生，请。OK， 捞！新年生意好！新年生意好！大家平安。在捞生的时候呢，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配料，并且每说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要说新年祝福的话。另外听说啊，这个菜夹得越高，就说明可能在来年的运势会更好，会赚得越多。对，所以我们拉高一点，捞鱼生的仪式过后，就开始正式开饭了。我听说这边不吃饺子，而是换用一种别的东西来替代饭后的这个食物，能介绍一下？对，我们有叫一个千层糕。饭吃的差不多，千层糕就上来了。
千层糕是印尼华人过年必吃的甜点，非常受欢迎，甚至需要提前预定。而且这样一块糕可是价格不菲，大约需要人民币300元。甜点过后，最重磅的节目就要到了，那就是全家人一同收看央视春晚。在印尼的华人啊，都有收看春晚的习惯。大人们在屋里看着春晚，小孩子们在花园里放起了烟火。就这样，新的一年又来临了。像我们在镜头当中看到这个印尼啊，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团圆过年的景象，其实在印尼当地是很少能见到的，是吧？对，因为平常啊，他们工作都比较忙。到了这个年30晚上啊，大家尽量的把它聚在一块。特别一些华人大户人家，更加非常重视30晚上这个团聚。因为可能在当地啊，华人经商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时间呀，并不是很固定的。因此平常就会见到一种景象哈，说这个平常吃饭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是流水席，是这样吗？对，是这样。就做好饭以后，谁回来谁吃，不一定是大家坐在一起吃。因此，新年和春节这2个节日，团圆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像我们晚上啊，小翁，我们30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这个春晚。因为我听到你之前在跟我交流的时候说到，说这个一到30晚上，你觉得在北京过年好孤单，因为大家都回家去看春晚、吃团圆饭了。你们在当地能看到吗？可以，因为在印尼一般我们都有那种卫星，我们可以收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看春晚的人多吗？我们家都看，除了我妈以外，我们都看。那你身边的那些华人朋友们，他们也看吗？很多人都看，好像那个春晚收视率在印尼非常高的。在文莱是不是也能看到？也是这样。收视率也很高。对，收视率很高。对，也是成了一种必须的一个年夜饭了，也是成为了。你看年夜饭，团圆夜最重要的一道菜也有春晚了哈，这就是华人之间互相感染的一种情感的力量和纽带啊。我们使馆呢，有时候把这个春晚的节目录像带把它录下来，录了以后呢，有些华人朋友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也把这个录像带给他看，他有的时候到我们使馆来要这个录像带。对，你看这多好呀，就是大家同喜同乐的一个时刻哈。这个现在我们的记者窦云云呢，就在这个印尼雅加达哈，我不知道他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做报道，我们来连线一下。云云你好，过年好。你好，主持人，新年好。好，今天打扮的真漂亮哈，站的地方也很漂亮，赶紧介绍一下吧。好的，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兔年吉祥。我现在呢是在雅加达的中国城，在这里啊可以看见许多非常熟悉的中国商品，比如我手中所拿的灯笼啊、字符啊。现在呢是当地时间的早晨10点多，可以看见我周围的顾客已经络绎不绝，并且我们发现啊，来这里的不仅有中国人，印尼人也喜欢来这里。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一身啊，是印尼的华人在过节时候穿的娘惹服装，它是在印尼民族服装可巴亚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刺绣珠片制作而成。上身的质地呢比较轻薄，下身呢是一件纱笼。印尼的娘惹的服装啊，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融合。说完服装啊，下面让我来谈谈我在印尼过年的感受。今年呢是我第一次在印尼过年，总体最突出的感觉啊，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年味十足。早在2周前啊，雅加达的商场的服务生都换上了唐装，街道上呢挂起了大红灯笼。印尼虽然由于天气炎热没有腊梅，但塑料制作的桃花、梅花满目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你会看见在一些商场的滚动屏幕上会有恭喜发财这4个字的拼音，几乎每个印尼人啊都会说恭喜发财。当然说完这句话，下文基本还会带出红包拿来。那在印尼的华人是怎么过年的呢？我想过年的永恒的主题啊，应该是团圆。所以在这一天啊，华人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在大年初1的时候呢，去庙里进香，祈求新的一年可以五谷丰登，全家平安。说到这儿，你一定又会好奇，那在这里过年和在国内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有趣的是，在这里不仅华人过年，印尼人啊也会融入到春节的各种庆祝活动中来。最传统的要数舞龙舞狮表演，除此之外还有佛像游行、春节闹市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啊，华人当然是主角，但是印尼人啊也会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同台演出，有的捧场助威，还有的呢则兴致勃勃地观摩。在这里过年啊，另外一大不得不提的特色啊，就是公益。在春节前啊，各大华社都会组织
献血、捐款等活动。因为当地华人认为啊，如果今年生意做得好，就要回馈社会，这样来年呢才会有更好的收成。所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啊，一些华人家里会举行开门迎客，无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来家里做客。对于主人来说啊，那一天来的客人越多，说明他越德高望重。好，现在可以看见啊，在我身边啊，已经开始了舞龙舞狮的表演。我身边的是舞龙舞狮队啊，在印尼非常的有名，在春节期间啊，每天都有近20多场的表演，到目前为止啊，已经进行了近100场的演出。同时啊，他还在世界舞龙舞狮大赛中获过金牌。主持人，好的。谢谢云云，这个云云今天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可爱的小福娃哈。其实，在这个印尼和文莱呢，有很多的华人家庭啊，都是非常大的家族，人很多，所以在除夕呢，大家真的要在这一个时刻团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也是很难的。他们也有讲究，比如说30这一天呢，晚上的这个团圆饭呀，女儿如果出嫁了的话，是要到夫家去过的。而在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很多80后啊、90后这些独生子哈，究竟是回自己家呢，还是回爱人家呢？去过年陪哪个父母呢？这也都是烦恼。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家庭啊，在印尼雅加达的这个家庭呢，他们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很好，那就是什么时候大家团聚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就是除夕，什么时候就吃这顿团圆饭。我是不是说错地方了？对，是文莱。我们进入到这个家庭去看看。认识詹家人的机会很偶然。春节前，记者在斯里巴加湾一家超市拍摄文莱华人办年货的片子时，遇到了正在大采购的詹琼慧女士和她的母亲。母女两人很热情，了解了记者的情况后，盛情邀请记者除夕之夜一定要来家里做客，让身在异乡的记者能在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体会到家的温暖。詹家人邀请记者一行在除夕到家里吃团圆饭，但詹家人说的除夕却并不是腊月30，而是腊月29，提前了一天。今天是腊月29，我们看到文莱街头呢已经是张灯结彩，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大家看，我右手边就有一座大型的灯饰，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参观。从一堆堆的钱币到造型各异的生肖兔，从红色的灯笼到恭喜发财这样的祝福标语，各种传统的春节元素呢，可以说是竞相呈现，使得这里成为春节期间斯里巴加湾最亮丽的一道景观。本来想在这里多拍几张照片的，不过没有时间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这户人家呢，要提前吃他们的团圆饭。詹家的一家之主詹行清祖籍海南，他和夫人养育了1男3女4个子女。如今子女们都已经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同时有了2位父亲和2位母亲。这样一来，除夕之夜到底要在哪边过，就成了个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已经出嫁的3个女儿，大年30是在婆婆家过，还是回娘家，实在是令人头疼。于是，为了能在春节和已经出嫁的3个女儿团圆，詹家每年都会在腊月29这天提前吃一顿团圆饭。簇新应节的传统服装、精心布置的迎春装饰，以及满满一桌子的新年货，在詹家2老的努力安排之下，这顿不在除夕之夜吃的团圆饭，依然充满了春节的传统色彩。今天晚上多么的开心，与我们大家一起为我祝福，为我们全家祝福，我很开心。尽管刚动完眼睛手术，而且家里还有佣人，但詹老太太仍然坚持亲自下厨，为很难团聚在一起的一家人准备了很多道菜点。身子是操劳，心里是快乐。对。虽然折腾了半天，但2老心里是快乐的。因为团圆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对家庭的执着，为了这种执着而进行的折腾，也是一种甜蜜的折腾。你如果久久他都不没有吃团圆饭啊，就是慢慢他会散了去了。因为等下我们的孙子啊也不懂是那个是什么名啊，那个是谁啊，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知道那个是姑姑啊，或者那个是姨姨啊，他们知道吗？这天在詹家团聚的超过20人，是3代同堂。可惜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詹家的2女儿和小女儿正身处新加坡和伦敦，不能回家团圆，只能通过电话向父母拜年。想他们回来。是。像今年那个小女儿不回来，我们是想她回来。过年。吃饭过年啊。或许是因为文莱的国土面积不大，因此生活在文莱的华人似乎格外的喜欢满世界闯荡。这里的很多华人家庭都往往因为子女在海外工作或是求学而分隔两地。
对于詹家来说，这更是常态。家中的3女儿詹琼慧17岁便留学英国，而且一待就是10年，错过了10年的团圆饭。如今，她对春节有了新的体会。我17岁的时候，我就被送去英国，我住在那里10年，所以那里过新年是没有度假的，所以每一次过新年呢，就只能够打电话回家，所以就很想要过新年。当晚表现最雀跃的是詹家的第3代，从一身传统的服装到穿插在团圆饭进行过程中的即兴舞狮表演，再到时不时迸发出的兴奋的尖叫，他们俨然是团圆饭的主角。恭喜发财！平时吃饭的时候就是说在一起吃饭，可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说是能够让孩子知道我们是华族。像我女儿昨天我要拿衣服出来准备初一穿的衣服，然后我拿了一些西装的，她就说我的那个旗袍呢为什么没有旗袍？所以她会问，她知道头一天一定要会穿旗袍。春节放鞭炮和烟花的习俗在文莱也有保留。每逢除夕深夜，踏进大年初一的那一刻，这里的华人家家户户都会放起鞭炮，而且往往是几十分钟，当地人俗称斗炮。谁家的鞭炮声更持久，好运也会更持久。腊月29当天，阖家团圆的詹家也放起了烟花，为文莱的夜空提前营造了新春的气氛。想先问问小峰哈，在这个印尼过年的时候放炮吗？现在放了啊，放炮很热闹吧？非常热闹。那大家热热闹闹吃团圆饭，但是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文莱就有这样的困扰，国内也有这样的困扰。到底回谁家去吃团圆饭？这个团圆饭能不能大家全家人都一起团圆？在印尼有这个烦恼吗？对，因为我们华人一般都是住的地方比较分散嘛。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城市，然后其他亲戚啊、其他兄弟姐妹都是在其他城市的其他国家，所以其实一个大团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好像是5年都不一定有一次大团圆这样的机会，对。所以团圆饭，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在不忙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团圆一下？也困难吧，因为我们都是小商人，然后如果我们要去别的城市的话，必须要关门，然后我们一般都是1年以内不关门，完全不关门，就春节那一天就1天就关门。好像也是来不及，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城市。这当地华人家庭的一个特点哈，因为经商的是比较多的。刘大使在文莱待了4年半的时间，您还记得第一个在文莱过的除夕夜吗？是怎么过的呀？是这样，那么我们呢是93年呢年底在文莱建馆，那么当时使馆呢临时设在就是这个红景旅馆，叫做红景旅馆。当时还没有自己没有馆舍啊，我们临时呢在使馆里面在旅馆里面，那么刚好这个旅馆的这个总经理啊，就是现任的文莱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洪瑞清先生。那么我们第一个春节还没有馆舍呢，就是洪先生把我们全馆的人请到他家去，跟他一块过年。所以我们在文莱过的第一个春节啊，是在洪先生家过，是在华人家庭里过的。华人家里过的。好像这次我们的记者在前方拍摄啊，我听这个我们的编导说，也是得到洪先生很大的帮助。当然，当地还有很多的华人家庭也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这儿呢，我们也借这个节目哈，对他们表示感谢了哈。但是您接着讲。这个说起这个洪先生呢，我觉得有好多个第一。你像我们使馆当时设在这个红景旅馆，这个开馆的时候，第一面5星红旗就在红景旅馆升起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洪先生是我结识的第一个文莱的华人朋友。在我93年底，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除夕夜是在一个。对，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因为当时您想去了以后，连自己的馆舍都没有，人生地不熟，就一下有那个家的感觉，对您来讲可能印象太深刻了，非常难忘。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完了以后，我刚去的时候没有车，那么第一辆车是洪先生把他奔驰600呀寄给我，大概用了半年吧，用了半年以后，
所以说这份情感哈，可能讲出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您是大使啊，洪先生又在当地有那样的财力和能力去帮助您啊？其实未必是，因为大家见了面互相都不认识，仅仅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同样的根、同样的血脉。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努力哈，就可能会有很多让您感动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说到这个过年呢，之前呀，包括吴尊哈也介绍了，说在当地呢都有这个 open house。就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新鲜，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状态，这个词啊非常的生动。这说明在过年的时候，这个文莱人呢，除了这个守岁这些重要的习俗之外，大年初一开始是最大方了。咱们看看怎么一个大方法。这里有流水般的美食供应，这里有不同种族的人，这里的人要不停地赶场，他们庆祝的都是中国农历新年。这就是文莱春节期间华人家庭最热门的活动——开门迎宾。今天是大年初3，我们应张琼慧的邀请来到他家参与开门迎宾活动，让我们一起进去里面看看里面有多热闹吧。Hello， 你好，恭喜发财，请进，请进，请进来。记者到达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访客。从早上开始，詹琼辉便忙着招待来宾。他估计今天到访的客人大概有70多位。不是，他这时候会很高兴啊，因为有的吃，有的笑，有的玩。恰好是午饭时间，和詹琼慧的丈夫一起在医院急诊室工作的几位马来族同事也抽空前来参加聚会。由于时间仓促，他们连身上的制服都来不及换。其实，这开门迎宾的习俗原本是马来人庆祝开斋节的传统。后来，文莱的华人借鉴了这套风俗，在农历新年回馈马来族朋友，让春节传统走进了其他种族的生活。I heard that this year is a rabbit year, which will bring much more luck and prosperity. Yeah. It's a very good concept because through Chinese New Year or through this celebration, we tend to know to each other and meet each other and spend time. 匆匆吃过一顿，记者便和詹琼慧道别。因为根据当地人的习惯，一天要跑好几趟开门迎宾活动。记者入乡随俗，再继续寻找开门迎宾的家庭。找啊找，记者找到了甘先生家。甘先生和家人一大早就穿上喜庆的唐装，站在家门口迎接宾客。就算是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可以进来坐坐。在品尝主人精心准备的食物之余，还能拿到一个大吉大利的红包。It's good because it's food. It's free food, and then we get that together, we talk to our friends. Yeah. 舞狮也来凑热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上蹿下跳，在为主人全家祈福之余，也为客人们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表演。再转场到朱先生家，门口挂着灯笼，院子里停满了汽车。一看就知道这里在开门迎宾。和朱太太闲聊时，记者了解到，主人家预备的食物不仅要丰富美味，就连食品的来源也很讲究。朱太太，我看你们家预备的食品很丰富啊，是自己做的还是外面买的？外面订的，特意订给。为什么要在外面订呢？因为来的朋友都是回教，我们华人煮的东西比较不方便请他们吃。在大门外便已排起长龙的车队，独具一方的府邸，富丽堂皇的迎宾大厅，放满整个长桌的自助餐饮，来自各界的政要名流，还有大量慕名而来的普通民众。这种场面热闹得像开嘉年华会。记者造访的这个豪华府邸，主人是文莱外交与贸易部第2部长林玉成。林玉成表示，来宾之中自己只认识一半，但他觉得这正是开门迎宾的精神。The custom is we welcome everybody, even strangers, anybody who comes. This is one way of opening up, and offering our hospitality. 如果说除夕夜的团圆饭是家事，那么开门迎宾在文莱就是社会盛事，让整个文莱都弥漫着华人过新年的喜庆气氛。Well, today this is our fourth house. It's a tradition to go from house to house to visit people, so it's quite good fun. 大家看到了吧？每一位来宾脸上的笑容呢，真是由衷的笑容。你看，既可以吃，而且还可以拿红包，谁会不高兴呢？在文莱当地啊，马来族人占的这个比例是66%，也是当地第1大族群了。那么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过的春节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马来族人的视角。
大年初四，在文莱一家报社工作的伊扎姆专程到一位华人朋友家做客，这已经是他今年第4次参加华人家庭的开门迎宾了。主人林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伊扎姆，并为伊扎姆逐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林家早已是高朋满座，其中有不少是伊扎姆曾经打过交道，但平常没空联系的朋友。Well, I look forward to it because there's a nice atmosphere. You get to meet other people as well that you might not usually meet on a day-to-day basis. 除了能联络感情，还能品尝到可口的食物。林家吃素，所以准备的食物都是用蔬菜仿制的肉制品，像这锅牛肉其实就是加了配料的香菇。伊扎姆说，每次参加华人的开门迎宾，都能品尝到一些美味佳肴，想起来就流口水。离开林家，伊扎姆又特意赶到邻近的一座商场，欣赏一出传统的舞狮表演，鞭炮声和锣鼓声震耳欲聋。狮子在木桩上跌宕腾挪的跳跃，是让伊扎姆赞叹不已。商场里传统的祈福仪式也让伊扎姆大饱眼福。虽然不怎么了解仪式的含义，但他还是挤到人群中，留意狮子的每一个动作。当狮子趴在地上时，他甚至挤上前去摸了一把。And then the first time I saw a lion dance, I asked my friend, I said, why is everybody touching the lion? And they said, it brings you good luck. 要想交好运，其实也不一定要去摸狮子。在斯里巴加湾的一家超市，伊扎姆就轻易地找到了更加安全的吉祥物。I think it means to bring in wealth and prosperity. I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they put it into their shop near the door. 每年春节，文莱的商场、超市都会推出各种促销优惠，而且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会相对充足，因此不少马来族人都会特意选择这个时候采购一番。伊扎姆说，他对华人买年货的习惯并不怎么了解，但他知道大家都喜欢买红色的装饰。During Chinese New Year, if you visit some of the more traditional houses, you see a lot of the families where they dress their kids in red and. 正月的超市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最吸引伊扎姆的还是这个小小的烟花专柜。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used to use a lot because they're not dangerous, and you just throw them and they snap and they pop. When I got older, these ones we used to get all the time because they're very colorful. 对伊扎姆来说，华人的很多过年传统都别具特色。在经过男装专柜时，他还特意挑了件唐装，体验了一下中国风的着装风格。只是在唐装上的盘扣让他费了一番功夫。体验了一整天的春节气氛，伊扎姆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舞狮表演和烟花炮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华人朋友的热情好客。他说，在文莱，春节并不仅仅是华人的节日，马来族和其他种族民众的参与早已成为文莱春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elamat merayakan Tahun Baru Cina 2011, Kongsi Facai and Happy New Year. 其实看到这样的一幕哈，全球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是华人，心里一定都是非常温暖、幸福和愉快的。接下来要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何润峰了，他要揭晓答案了。润峰你好，文静你好，揭谜吧。哎，好的，文静啊，其实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呢都已经是猜想到这个答案是什么了。没错，这位备受瞩目的嘉宾呢，就是文莱的国王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苏丹陛下。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春节团拜会呢，博尔基亚苏丹陛下呢都会带着他的皇室成员和一些内阁大臣呢是亲临现场，并且呢是向全文莱的华人呢是拜年致意。不知道您猜对了吗？今天的这个春节团拜会呢，它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这个文莱的这个华人社团的领袖呢，他们会集体表示向国王效忠，有这样一个宣誓仪式。之后呢，会有一系列的传统的歌舞和武术表演。不过，整个活动的这个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苏丹陛下他会走过一条很长的红地毯，逐一的和在场的观众和这个民众呢是握手致
致意。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呢，由于这位国王啊，他是非常亲民，每一次出席这个公开场合的时候呢，都会尽量满足民众的这个比如说握手啊、合影啊，甚至签名的要求。所以呢，他们说今天的活动肯定会非常的热闹。由于这个华人在文莱社会是这个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文莱的这个苏丹国王呢，可以说他是一直是对这个华人社区相当的重视。除了参加类似的春节团拜会之外呢，早前呢他也视察了华语学校，而且呢也曾经多次接见和表彰过当地的华人领袖和华人精英。那么今天的这个春节团拜会的活动，究竟国王和民众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呢？我们一会儿会走进会场去看个究竟，稍后再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详细的报道。把现场交给文静。非常感谢润峰来自前方的这个报道哈，我们也看到这个文莱王室啊，对于中国的春节有多么的重视哈。要说到文莱王室参加我们中国春节的活动，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刘大使？1996年。96年啊，1996年，因为这个我们使馆呢也有这个团拜活动新年，叫做开门迎宾，从95年开始，使馆也开门迎宾，发红包吗？发红包。那么我们呢96年为什么呢？这个从王室开始交往呢？因为96年呢是文莱的这个新年呢，这个开斋节同我们这个华人的春节，这个就相差1天。同时呢，再过2天呢就是文莱的国庆，所以3个节日弄在一块。我们就想能不能把今年的96年的开门迎宾呢搞得大一点。因此就想啊，能不能邀请王室人员参加？当时有一个背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文莱呢，这个王室基本只参加这个东盟成员国的一些活动，那个时候还不是中国还不是，所以他应该按理说是参加的。所以你说的很对，所以我们在考虑邀请王室成员之前呢，也事先首先邀请谁？我们一想呢，准备邀请大公主，就是玛莎拉公主殿下。因为大公主当时也担任着这个外交上面非常重要的职务。对，她是文莱外交部的无任所大使，是部长级的官员。所以不仅仅代表王室，也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行为了。他同我们驻文莱的使团呢，交往也比较多。当时邀请成功了。邀请成功了。您当时心情特别的很意外吧？应该说。对。那么我们当时先那个私下摸了一下，有可能出席。但是王室成员什么时候来，你还不好催问。就是那天呢，我们是这个开门迎宾的下午2点到6点。下午4点的时候，这个公主大驸马还带着2个孩子一块来参加。这是有一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真是太意外了。真是太意外。对。他呢，因为这个王室成员参加我们春节的这个活动，它不仅仅代表着一种礼节上的一个往来，它是国家之间一种交往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了。包括像印尼其实呢，从这个梅加瓦蒂到苏西洛也一直都特别重视中国华人这个春节哈。从巴西德开始已经。你看，小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生报邮票哈，这是在哪一年发行的？2007年。07年发行的哈，这专门发行的中国12生肖的邮票。对。所以现在大家从这些细节哈，就能够感受到全世界哈，不管在哪里，现在对于中国的春节呢，都是非常的重视的。这已经呢，中国自己人的一个春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了。2位可能呢，在国外都会感同身受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吧，刘大使。我感到现在就是说这个华人呢，这个看到祖国强大以后，他们觉得在驻在国这个地位也随着提高。小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现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已经在印尼非常非常受到认可了。好的，谢谢大家。其实这6天的时间里，我们带大家走了8个国家哈。我们的很多记者拍回来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些。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2分多钟的时间为大家呢集中展示一下这些画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8个国家我们的春节之旅。都说呢，过年的时候最高兴的是小孩子。那我刚才呢，在这里转了一圈。2月2日，韩国主要高速公路迎来返乡客流高峰，截至2号下午。新年好！是的，那么现在是韩国大年初1的中午。出门啊，新年出门第一件事儿。太冷了。这个环建湖是春节的时候越南人最喜欢来的地方。每逢春节，曼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张灯结彩。
所有的从高层到民众都用这样的一种中国话来跟你拜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特别自豪。跟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兔气扬眉。每年都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到现场来拍照啊，然后逛一逛这个花卉。今